你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？晚上躺下去，眼睛睁得比白天还亮，心里咚咚咚跳得像有人在敲鼓，手脚冰凉的像从冰窖里捞出来的，翻来覆去折腾到后半夜，好不容易迷糊过去，凌晨2、3点又醒了，然后就瞪着天花板发呆，等天亮。白天呢，人是坐着的，心是飘着的，坐在那好好的，心脏突然就乱跳几下，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，去医院背个心电图，做个造影，医生翻翻报告，抬头跟你说没病，你这是压力大，神经官能症，然后给你开一盒安眠药，一盒抗焦虑的，回家吃。吃了第1天，睡着了。第2天起来，脑袋像灌了铅，走路踩棉花。吃了1个月，药量从1颗变成了2颗，再吃下去变成了3颗。这叫什么？这叫饮鸩止渴。你的身体已经在悬崖边上了，你还在往下跳，还觉得自己在治病。我每天在诊室里见的最多的就是这种人。进来的时候，一手拿着一大袋子药，一手拿着一叠检查报告，花了几千几万，人还是那副样子，眼圈黑，脸色白，整个人像熄了火的炉子。我看着就来气，不是气他，是气这个时代，把人的命交给了一堆根本不懂你身体的化学药骗子。然后他问我，大夫，我是不是要吃点人参？要不要买鹿茸补一补？我每次听到这话，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。我告诉你，放下那些人参鹿茸，放下那些安眠药，回家去拿1颗鸡蛋，烧一壶开水，冲开喝下去，比你吃几万块的补品都管用。你先别笑，你先别嗤之以鼻，就是因为太多人看不起最简单的东西，所以病才永远好不了。这一碗开水冲鸡蛋，在我们中医眼里从来就不是什么普通的早饭，它是一味药，是一味能让你气血起死回生的救命药。先跟你说说，你为什么会病成这样？心和肾在中医里是2口子，必须得相交，必须得通气，这个家才能过下去。心是火，在上面；肾是水，在下面。正常的身体，上面的心火要沉下去，温暖下面的肾水，所以你的脚要是热的，下面的肾水要升，滋养上面的心火，所以你的头要是凉的，这叫水火既济，这就是健康。可你们现在呢，摸摸自己的脚是不是冰凉的？10个里面有9个是凉的。脚冰凉说明心火下不去，火下不去，去哪儿呢？火往上烧，所以你心烦，你失眠，你多梦，你脸上长痘，你口腔溃疡，你头顶热得像个蒸笼，下半身呢没有火来温暖，水就变成了死水，所以你下半身浮肿，夜尿多，肚子冷痛，脚冰透心，这就是上热下寒，这就是心肾不交。这个时候你吃人参，人参是大补元气的，补的是火，你身体里的火本来就浮在上面下不来，你再往里塞一把火，那不是火上浇油吗？越吃越烦，越吃越睡不着。你吃那些安眠药，药是把你的神经强行麻痹，脑子被你骗睡了，但那个浮在上面的阳气还在那儿乱窜，第2天它还是要出来作怪。所以治这个病不是要补，是要疏通，是要把那个浮在上面的阳气温柔地引下来，把心和肾这2口子重新撮合在一起。这个撮合的人就是开水冲鸡蛋。你们有没有认真想过，鸡蛋是什么东西？鸡蛋是血肉有情之品。你看那一颗小小的蛋，
没有骨头，没有肉，只有蛋黄和蛋清。但只要给它一点温度，它就能孵出一只活蹦乱跳的小鸡。这说明什么？这颗蛋里藏着先天最纯粹的生机，藏着一股强大的气，那是天地给的，不是人工合成的，不是提纯出来的，是自然的，是活的。蛋黄是什么颜色？黄色。黄色在五行里属土，入脾胃，居中央，又是红色，红色入心，所以蛋黄是专门补心血的。那些心悸心慌的人就是心血亏了，心神没有地方安放，像个无家可归的孩子，到处乱跑，你才睡不着，才整夜折腾。蛋黄一进去，心血补上来了，心神就有了家，就安定了。蛋清是什么颜色？白色，质地凉润，白色入肺经，肺经能生肾水，蛋清能滋润你的肺经，清掉你身体里那些虚浮的火，一个补心血，一个清虚火，一阴一阳配合的天衣无缝。但是关键来了，很多人说，大夫我也吃鸡蛋啊，为什么没用？问题就出在怎么吃上。你把鸡蛋煮成白煮蛋，煮老了，那个蛋黄噎人，先天的生机早就被你煮死了，那就是一块蛋白质，填饱肚子可以，治病就别想了。你把鸡蛋煎成荷包蛋，油温200-300度，把鸡蛋的滋阴作用全烧干了，吃下去全是火气，不但治不了失眠，还让你嗓子痛，必须是开水冲。这里面有大讲究，水必须是滚烫，100度的沸水，在中医里叫沸汤，它本身就是一味药，是纯阳之气，把沸水高高举起，这叫悬壶。冲的时候要急要猛，直接冲在打散的蛋液上，利用水的冲力把蛋液荡开，你会看到蛋花瞬间在水里飘起来，黄白相间，像云朵一样，香气扑鼻。这个过程是用开水的纯阳之气，瞬间把鸡蛋里的阴邪化掉，同时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鸡蛋的生发。冲好之后盖上盖子，焖3到5分钟，掀开盖子，蛋花是嫩黄的，汤是奶白的，这一碗才叫对了。这碗蛋花汤不寒不热，性情最平和，喝下去不需要你的脾胃花大力气去消化，因为它已经被开水化开了，直接进入小肠，直接化生成精微物质，去滋养你的心血，去温暖你的肾水，去把那2个闹脾气的心肾重新撮合在一起。我给你们讲个真实的案例。2年前有个50多岁的太太被她女儿搀扶着进来的，脸色惨白，眼圈黑得像熊猫，一坐下来就开始哭，说自己整整3个月没睡过一个囫囵觉，每天晚上一闭眼心就慌得不行，感觉有人在抓她的心脏，西药吃了一把，越吃越傻，记性全没了，走路像踩在棉花上。我摸他的脉，细得像根丝线，几乎触摸不到，再摸他的手，冰凉入，这叫心血暗耗，阳不入阴。他的血太少了，藏不住气，阳气到了晚上要回家休息，结果发现家里空荡荡的，没饭吃，安不下来就跑出来了，所以他睡不着。我当时方子都没开，我跟他说回家把安眠药慢慢减停，每天早上空腹给我喝1碗开水冲鸡蛋，加2滴香油，一点点盐。他当时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江湖骗子，他说大夫，我花了好几10万看病，你让我回家喝鸡蛋水，
我说，你听我的，坚持60天，如果没用，你回来把我的招牌砸了。不到1个月，他女儿提着一大篮子水果来了，告诉我他妈喝了3天，心里那种慌的感觉就消了。喝到第2个星期，手脚开始暖和了。现在每天晚上9点就开始打哈欠，一觉睡到天亮。为什么要加香油？香油是芝麻做，芝麻入肾，最能滋补肾精，而且油能润燥。很多失眠的人大便也是干结的，香油一下去，肠道润了，大便通了，肺气降下来了，心火也就跟着降下来了。为什么要加盐？咸味入肾，这一点盐就是带路的，把药性引到下焦去，让那股暖气直接扎根到肾脏里。你看，一碗简单的开水冲鸡蛋，有补心血的，有清虚火的，有引火归元的，有润肠通便的。这哪里是早饭？这是一个精妙绝伦的经方。再讲第2个案例，有个做 IT 的小伙子，才30出头，头发掉了一半，脸色蜡黄，整个人像个小老头。他说是抑郁症，西医给他开了抗抑郁药，吃了半年，人是呆滞的，眼神是直的，手抖得连笔都拿不住。他说，大夫，我觉得活着没意思，浑身没劲，干什么都提不起精。我摸他的脉，左手关脉，也就是肝脉，弦得像拉紧了快断的琴弦，这叫肝气郁结，木克土。现在的年轻人，老板压，房贷压，那股气憋在肝里发不出来。肝属木，脾属土，木长得太旺，就把土给克死了。肝气一郁，全身的气机都停了，血流不动，心没有血养，心神就乱飘，所以抑郁，所以焦虑，所以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。西医那些抗抑郁药是在麻痹他的神经，让他感觉不到痛苦，但那股郁结的气还堵在那里，一点没动。我让他怎么做？还是那句话，回家开水冲鸡蛋，但是加几滴陈醋。为什么加醋？酸味入肝，醋带着酸味直奔肝脏。鸡蛋黄补脾土，把被肝木克伤的脾胃先护住，醋入肝，把那根紧绷的琴弦泡软了，柔顺了。这就是中医讲的健肝之病，知肝传脾，当先食。那小伙子喝了2个月，发邮件告诉我，第一个变化是想吃饭了，以前看见红烧肉就想吐，现在能吃2大碗米饭。能吃饭说明脾胃活了，脾胃一活，气血源源不断地生出来，肝脏得了滋养，那股郁气也就散了，头发也长出来了，眼神也有光了，也不想死了。1颗鸡蛋，几滴醋治好了他的抑郁症，这不是神话，这是五行的道理。说到这里，我要单独点一点那些在屏幕前装作没在听的中年男人们，40、50岁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也是最容易垮的那根柱子。你们是不是经常腰膝酸软？是不是上个楼梯就喘气？是不是到了晚上想跟老婆亲热却力不从心，然后就去偷偷买那个蓝色药片吃糊涂了？那个药是在透支你最后一点肾精，叫杀鸡取卵。男人以精为本，精藏在肾，年轻时候挥霍，熬夜喝酒纵欲，把肾精耗干了，到了中年油箱没油了，车子自然跑不动，这是透支了本金，利息也快还完了。给中年男人喝这碗蛋，
我有专门的配法，在碗底放一小勺枸杞，再放一点盐，把滚开的水先冲进去，把枸杞烫软，药性刚刚出来，再冲进蛋液里。枸杞填肾经，盐引药入肾，鸡蛋的生发之气裹挟着枸杞的填精之力，在盐的带路下直入肾脏，这叫还精补脑。坚持100天，你会发现腰不酸了，腿有劲了，早上那股精气神又回来了。这才是真正的壮阳，是壮你的元阳，不是靠药物刺激出来的假阳。再说说女人，你们天天往脸上抹几千块的化妆品，打玻尿酸，做各种美容项目，结果卸了妆，那张脸还是暗黄的，还是满脸斑。为什么？因为有诸内必行诸外。你的脸是你五脏六腑的镜子，血不养脸，你抹再多东西都是在刷墙，刷完还是那堵墙。女人以血为本，月经、怀孕、生产、哺乳，哪一样不再耗血？血虚了，风进来，长斑，水停住，浮肿。这碗开水冲鸡蛋，对女人来说就是最顶级的美容液，是从里往外养的，不是往外糊的。我有个女病人，48岁，典型的更年期综合征，汗一阵一阵的往，衣服一天湿透3回，脾气暴躁，老公孩子见了她都绕着走。这是阴虚火旺，水干了，火就到处乱窜。我让她喝鸡蛋水，同时加一勺蜂蜜，蜂蜜干能缓急，甜味让人放松，能缓解那种急躁，蜂蜜又润燥，能滋阴。这一碗下去，把她体内呢，把无名火给浇灭了。3个月后，她整个人温柔了，皮肤白里透红，比30岁的时候还好看。还有那些想怀孕或者刚生完孩子气血亏空的女性，我要单独说几句。手脚常年冰凉，月经来了痛得死去活来，多囊卵巢，宫寒不孕，这都是下焦虚寒，子宫像个冷宫，孩子怎么住得进去？对于你们，这碗鸡蛋水有个绝配，叫醪糟，就是酒酿，挖2勺放到碗里，把水烧开，冲进蛋液，再把醪糟放进去搅拌，或者把醪糟和水一起煮开再冲蛋都行。醪糟是糯米发酵，性大热，能通经活络，把那个沉睡的子宫给暖醒。鸡蛋补血，醪糟行气，这一碗叫气血双补，坚持喝。喝到哪天早起觉得小腹暖暖的，月经来的时候悄无声息就来了，也没有血块了，那时候好运气自然就来了。再来说说小孩子，现在的家长，孩子不吃饭愁，不长个愁，上课不专心愁，然后给孩子买钙片、锌片、益生菌，把孩子当成化学试管在。我见过太多的小孩脸青惨惨的，鼻梁上有青筋，这叫木克土，肝气太盛，脾胃太虚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现在的孩子零食吃太多，冷饮喝太多，把脾胃的阳气灭了。脾胃一虚，营养吸收不进去，肾精不足，骨头长不开，个子就矮。脾虚土不生金，肺气也虚，稍微吹个风就感冒咳嗽。对于这种面黄肌瘦、挑食厌食的小孩，这碗鸡蛋水就是最好的健中汤，建立中焦脾胃的运转。但给小孩喝有诀窍，小孩子不喜欢那股腥味儿，要变通，在水里放一点点老红糖。红糖是温性的，入脾，甜味能缓急，能让孩子那股躁动的肝气安静下来。千万不能放白糖，白糖是湿热的，吃了更生虫，更坏牙，一定要用老红糖。
每天早上孩子上学前，别逼他吃那个干巴巴的面包牛奶了，一碗红糖开水冲鸡蛋，热乎乎喝下，让他微微出一点汗。这点汗一出，废气宣发了，病毒排出去了，肚子暖了，胃口开了，坚持喝1个学期，你会发现孩子专注力变好了。为什么？心脾气血足，神志就安。他坐得住了，脑子能转了，成绩自然就上去了。这比你花几万块报补习班管用1万倍。接下来说说不同季节怎么喝，这里面也有讲究。春天风大，忽冷忽热，中医讲春生，地里草木发芽，你身体里的肝气也要发芽，但春风里带着寒，带着病毒。春天喝这碗蛋，先把水烧沸，往里扔2、3片生姜，再煮个3、5分钟，用姜汤冲鸡蛋。姜是发散的，能把身体里藏了一冬的寒气顺着毛孔逼出去。而且春应肝，肝气容易郁结，姜能生阳，能帮你把那股憋屈的肝气升起来。喝完之后后背微微发热，整个人像刚发芽的柳树，舒展。夏天最可怕的不是热，是湿，空调开得像冷库，西瓜冷饮成堆的吃，外面皮肉是热的，肚子里全是寒冰，这叫真寒架热。夏天喝这碗蛋要加藿香或者佩兰煮水冲。如果买不到这些草药，最简单的加一点点白胡椒粉。你别瞪眼，白胡椒是热的，专门暖胃散寒。夏天你贪凉，脾胃最容易受伤，这点白胡椒粉下去，把你的胃阳给护住了。不管外面怎么吹空调，里面的火不灭，你就不得病。秋天燥气一来，口干舌燥，皮肤发痒，咳嗽不断，这时候把水换成百合水或者梨水，干百合或者切2片雪梨，煮开了冲鸡蛋，蛋黄润心，百合润肺，这一碗叫金水相生，肺润了，皮肤不干了，咳嗽好了，比你喝什么秋梨膏、止咳糖浆管用得多，因为它是鲜活的，是有生机的。冬天是藏的季节，阳气要缩回肾脏里过冬，这时候一定要加盐，甚至加一点点肉桂粉。肉桂大热，能引火归元，把全身的阳气像打包行李一样，安安全全的送到肾脏这个保险柜里锁起来。如果你冬天手脚冰凉，晚上起夜7、8次，就加点肉桂粉，喝1个冬天。来年春天打起精神来，浑身是劲。喝了几天之后，有些人会跑来骂我，说喝了你的鸡蛋水拉肚子，拉得腿软，脸上发了一堆红疹子，头晕想睡觉，旧病好像复发了。诸位，如果你出现了这些情况，我要先恭喜你，这在中医里叫明眩反应，也叫好转反应。古书里说，若药不明眩，绝疾服躯，意思是吃了药，身体没有那种翻江倒海的反应，这病是好不了的。你想想，你的身体像一个几十年没打扫的屋子，犄角旮旯里全是陈年的寒毒湿气。以前身体弱，没力气打扫，就安安静静的堆在那里，你觉得相安无事。现在1碗鸡蛋水下去，阳气补进来了，身体有力气了。第一件事就是大扫除，要把那些陈年的寒湿往外排。肠胃里的寒湿就通过拉肚子排，那种拉是水泄，哗哗的，但拉完之后肚子特别空，特别舒服，不像吃坏肚子那种拉完人虚脱，这叫排寒。皮肤下面的毒素就通过发疹子排，肺主皮毛，肺气足了，就要把皮毛里的垃圾顶出来。这时候别去擦皮延平，那是把毒素又压回去了。忍一忍，多喝温水，过几天自己就消了。消了之后，皮肤会变得像绸缎一样光滑。头晕嗜睡是气血正在冲击头部淤堵的血管，大脑长期缺氧，现在氧气突然供上去了，
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，就像蹲久了突然站起来会晕一样。遇到这些反应，千万不要慌，更不要停，这是你身体里的正气正在和邪气做最后的决战。这时候停了，就是前功尽弃，就是向病魔投降，咬着牙坚持。一般这种反应也就3、5天挺过去了，就是雨过天晴，就是脱胎换骨。但是有没有暂时不能喝的人？有。如果你的舌苔厚得像一层黄色的油垢，嘴里有腐烂的臭味，此时此刻正发着高烧超过38度，喉咙肿痛，咽不下去水，这个时候停一停，先不要喝，这是湿热症，肚子里像个高压锅，火太大了，这时候不能补，要先泻，先喝点萝卜汤，通通气，把大便打下来，把火泻掉，再喝鸡蛋水。中医讲，不通的时候先通，通了之后再补。除此之外，9成9的人都可以喝，都应该喝。接下来说说那些有慢性病的人怎么喝。高血脂、高血压的人，我知道你们心里在嘀咕，鸡蛋里那么多胆固醇，血管不堵吗？听到这种话，我气不打一处来。什么叫科学？用小白鼠做实验，给小鼠喂一堆提纯的胆固醇，小鼠血管堵了，就告诉你人不能吃鸡蛋。人是老鼠吗？人体有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，你吃进去的胆固醇绝大部分会被身体代谢掉，转化成你的细胞膜，转化成你的性激素。没有胆固醇，你连荷尔蒙都没有，现在血管堵，是因为你身体里有寒有湿，血管像水管里结冰了，垃圾才挂不住。你把身体暖起来，阳气足了，血流快了，那点胆固醇早就被冲干净了。你去看看那些100岁老人，哪个不是天天吃鸡蛋？反倒是那些天天吃素、天天吃降脂药的人，血管堵得一塌糊涂，因为没有气，没有气推动血行，血就死在那儿了。高血脂、高血压的人更要喝，但要喝得清淡，少放油，多放几滴醋，帮助软化血管。糖尿病的人问我，血糖高，鸡蛋黄敢吃吗？谁告诉你糖尿病是吃多了糖？糖尿病在中医里叫消渴，你的身体像干裂的沙漠，喝多少水都不解渴，吃多少饭都觉得饿。因为你的津液干了，肺热太盛，把津液烧干了，胃火太旺，把食物烧完了，却吸收不到营养，肾水太寒，真气提不上来，整个人是个空转的机器，磨损的直冒。火星子西医给你降糖药，打胰岛素，那是在强行压制血糖指标，指标好看了，但你的津液补回来了吗？没有。所以越治越瘦，越治腿越细，最后眼睛瞎了，脚烂了，那是身体彻底干枯了。糖尿病的人喝这碗蛋，要加一味药，叫山药。新鲜山药切几片，放到水里煮开，用山药水冲鸡蛋。山药是中医里最温和的补品，入肺、脾、肾3经，能生津止渴，能固肾涩精，把漏出去的精华重新收回来。鸡蛋补心血，山药生津液，两者合在一起，滋阴而不腻，固本而不燥。喝上3个月，你会发现口渴的感觉减轻了，小便不那么频繁了，手脚的麻木感也淡了。这才是在治病根，不是在压指标。痛风的人我也要说几句，你们被医生告知不能吃海鲜，不能吃内脏，于是什么都不敢吃，饿着肚子，尿酸还是高，急性发作的时候关节肿得像馒头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痛风在中医里叫痢结病，是湿热下注，寒湿凝滞，把关节里的气血堵住了。你天天喝那些降尿酸的药，是在逼着肾脏把尿酸排出去，肾脏超负荷运转，最后肾衰竭，那才是真正的万劫不复。痛风的人喝这碗蛋，要在水里加乙水仁，乙水仁提前泡发，煮成乙壳仁水，用这个水冲鸡蛋。乙发仁是除湿第一药，性偏凉，能把关节里的湿热慢慢渗出来，从小便排走。鸡蛋养血，血液流动起来了，关节里的死水才能被带走。每天1碗，配合清淡饮食，3个月后再去查尿酸，你会看到数字往下掉。肾病的人，尤其是已经到了肾功能不全阶段，要谨慎一些。肾功能受损的人，蛋白质代谢出了问题，一天1颗蛋就够了，不能贪多，喝的时候只喝蛋黄，不喝蛋清，因为蛋清蛋白质含量高，增加肾脏负担。蛋黄里的卵磷脂反而能帮助修复受损的细胞膜。加一点黑芝麻粉，芝麻入肾，黑色入肾，能填补肾精，滋养受损的肾小管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要问，这碗蛋一天喝几次？喝多少？喝多久？我的建议是这样的，健康的人把它当成日常的养生之道，每天早上起来空腹喝1碗，喝完之后等20分钟再吃其他早饭。为什么要空腹？空腹的时候脾胃最干净，像一块白布，这时候送进去的东西吸收的最彻底，不会被其他食物干扰。已经有症状的人，比如失眠、心慌、手脚冰凉、月经不调，一天喝2次，早上1次，晚上睡前1次。晚上那碗要在睡前1个小时喝，让身体有时间消化，不要喝完就躺下去。重症调理期的人，比如大病初愈，化疗之后产后气血大亏，可以一天喝3次，但每次只喝半碗，少量多次，不给脾胃增加负担。喝多久？这不是药，没有疗程，可以一直喝，喝到你觉得自己气血充盈，睡得好，吃得香，精神好，再慢慢减到每天1次。老年人可以一辈子喝，这是续命的。最后我要说的是，这些年我在门诊里看到的一个现象，让我觉得又痛心又无奈。很多人进来的时候拿着一袋子的药，西药、中成药、保健品，每个月光买药就花好几千块。但这个人站在我面前是灰的，是垮的，眼神是散的。他们相信那些印着洋文名字的药片，相信那些花哨包装里的保健品，却不相信自家厨房里的一颗鸡蛋。这是现代人最大的悲哀。我们走得太远，远到忘记了出发的地方。几千年前，我们的祖先没有医院，没有西药，靠什么活下来的？靠的就是这种朴素的智慧，就是观察自然，观察食物，把天地的规律用在自己身上。他们知道盐是咸的入肾，醋是酸的入肝，甜是入脾的，鸡蛋是血肉有情之品，开水是纯阳之气，把这些东西搭配在一起，就是一个精妙的处方。这个智慧不需要学历，不需要钱，不需要去大城市的3甲医院排队几个小时，它就在你的厨房里，就在你的灶台上，就在你每天早上可以送进嘴里的那一碗热气腾腾的开水冲鸡蛋里。我行医30年，见过太多复杂的病，也开过无数的方子，但我始终相信，最好的药永远是最简单的、最近的，最能让你每天坚持的。你坚持不了喝100种养生茶，坚持不了天天煎中药，
但你坚持得了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，冲一颗鸡蛋，就从明天早上开始，把那堆药先放一边，烧一壶水，打一颗蛋，加上你今天学到的那一味配料，冲开，盖上，焖3分钟，端起来喝下去，给你的身体3个月的时间，让它自己想起来该怎么运转。它记得的，它只是忘了。它需要你用一碗热乎乎的开水冲鸡蛋来提醒它。